他曾是朱由检身边的大红人，后被闯王囚于大牢中，受尽5天5夜的酷刑，最终因为骨头碎裂而亡。他就是明朝4大罪臣之魏藻德。那他究竟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李自成为何会如此残忍地对他？今天史先生就带大家走进这段明末往事。一切还得从崇祯13年说起。在这一年的科举考试中，崇祯对所有呈交上去的试卷都表示不满，最终他下令让礼部延期放榜，然后要求组织所有考生进行面试。按理说，如此严格的科举考试定能为大明江山选拔出一批人才。讽刺的是，在这一次集体面试中，他选中了魏藻德，为日后大明的覆灭埋下了一棵火苗。那魏藻德为何能让崇祯另眼相待呢？难道真的是因为他才华出众吗？事实上，魏藻德此人文采平平，也没有帮助崇祯治理国家的能力，只是他宋章了得，也懂得见风使舵，很会哄当权者。在当天的面试上，他就当时的局面向崇祯表达了自己的心志，说到动情处，甚至声泪俱下。而当时的大明正逢内忧外患之时，他的言辞正中崇祯下怀，所以崇祯当即就宣布他为新科状元，随后便让他进入翰林院担任修撰。与此同时，李自成也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起义头子。之后的3年中，李自成的队伍愈战愈勇，他从一个小小的起义头子摇身一变成为了新顺王，以田建秀和刘宗敏为将军。面对强大的农民起义军，大明官兵节节败退。崇祯16年，魏藻德已在翰林院待了2年，因害怕崇祯帝将他淡忘，于是他借此机会上书陈奏战事。崇祯在看到奏折以后，当即就召见了他。可当崇祯问及他具体的对策时，他却是百般婉转，只说一些自己要报国的理念，但半天说不出一句实在话，任谁都能看得出他没什么真本事。若是换做其他皇帝，魏藻德的仕途只怕走到尽头了。可是崇祯帝却没有这么做，他认为魏藻德年纪尚轻，想不出什么实在的战略措施来，也算是情理之中。而他满嘴都是家国抱负，证明他确实是一个可造之才。再加上他是崇祯皇帝亲自擢升的人才，所以难免对他高看3分。于是在这一年的5月，崇祯提拔了分明没什么作为的魏藻德，让他做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准其入阁辅政。面对崇祯突如其来的提携，魏藻德又会作何反应呢？此人虽无大才，但却深知为官之道，他明白树大招风的道理，自己若是升得太快，那也难免遭人嫉恨，于是便主动请辞礼部右侍郎。一开始呢，崇祯是打算坚持自己想法的，但耐不住魏藻德的再三请求，所以最终崇祯准他改任少詹事，即太子东宫詹事府副长官，而大学士之职如故。一时之间，这位在翰林院修了2年撰的状元郎摇身一变成为朝堂新贵，不少不学无术之辈开始巴结他，希望能让他在皇帝面前为自己说句话，好一起升官发财。魏藻德见此，便开始笼络朝臣，在朝中慢慢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关系网。崇祯17年，魏藻德在朝中的关系网已经十分成熟了，各方关系的加持之下，崇祯对他更是欣赏，于是便在这一年诏令他为兵部尚书兼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总管屯田河道练兵多项事宜，驻守天津城。这可是一个肥差，他本想和自己朝中的好友陈演一起敛波财，但是还没来得及做什么，陈演就遭人弹劾而被罢免。按理说呢，陈演被罢免以后，魏藻德也应该遭殃才是，可事实却是陈演的罢免就像是在为他腾位置一般。陈演前脚刚下课，后脚魏藻德就坐上了当朝首辅的位置。另一边，李自成也已经在西安建国，并计划着攻打京城。再看看此时的大明朝，内阁官员大都资历尚浅，并没有什么治国的本事。如果要说陈演教会了他们什么，那一定是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官员没什么作为就算了，崇祯皇帝虽一心想要救国，可他呢确实是没什么能力。就拿用人这一点来说，他就踩了一个很大的坑。在他眼里，没什么本事的魏藻德就是青年才俊，他将大把的兵权交给他，又让方越贡驻守济宁。
崇祯的算盘打得很简单，无非就是为太子到南京留存后路。但崇祯怎么也没想到，魏藻德就是一个活脱脱的酒囊饭袋，只会说好听的话，做起事来总是拖泥带水的，就连准备逃亡一事他也做不好。之后李自成兵临城下时，他更是仗着自己的权力，阻止太常卿吴林征及时向崇祯汇报战场的情况，最终北平城破。宦官曹化淳打开张义门，迎李自成进了京城。此时的崇祯意识到大势已去，便用一夜安顿好了自己的子女，然后去内阁找魏藻德。可惜的是，魏藻德早已不见身影。直到此时，崇祯才终于看清这位青年才俊的真实面目。可惜一切为时已晚，大明终究无力回天。崇祯在宦官王承恩的搀扶下登上了煤山，用一棵歪脖子树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自此，大明退出历史舞台。大明覆灭后，等待着魏藻德的又会是什么呢？事实上，当崇祯帝自缢的消息传出去以后，除了有为数不多的老臣和他一起以身殉国以外，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四处逃窜，而魏藻德就是逃窜的人之一。可惜没过多久，他就被起义军抓住了。彼时他的儿媳劝他以身殉国，这样至少可以保住名节。但魏藻德却选择了偷生，并在李自成面见他时卑躬屈膝，甚至痛哭流涕，希望李自成能够给他一条生路，并表示想做大顺国的左辅。不过李自成却并没给他这个机会，直接将他打入大牢。和他一起的还有当初的大明首辅团队。负责此事的将军刘宗敏下令，要求以魏藻德为首的官员及皇亲贵戚都需要按照他们的官职级别给大顺国捐款。身为内阁首辅的魏藻德需要捐款10万。为了防止这些官员要钱不要命，他还特意命人定制了5000具夹棍，每一根木棍间都生着棱刺，用钉子相连接，遭受此刑罚者无不痛不欲生。官员们架不住如此酷刑，纷纷交出自己所有的财产。但刘宗敏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们。前任首辅陈演率先交出了4万，换来的却是4天苟活。魏藻德看到陈演的遭遇后，明白即使一次性交出所有钱财，也不一定能活下去，不如断断续续的交，还能拖延时间。于是便声称自己新贵不久，并无万贯家财，然后呢，断断续续的交出了数万两。但刘宗敏并不相信他的鬼话，他用各种刑具折磨了魏藻德5天5夜，最后用夹棍夹裂了他的头骨。至此，这位明朝罪臣之首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他为活命费尽心机，却只比陈演多活了1天1夜，说起来也是讽刺不已。魏藻德死后，刘宗敏依然不甘心，认为他家中还有钱财。为了能够得到他的财产，刘宗敏派人将魏藻德的儿子抓了起来，希望他能有所突破。可他儿子也是个没骨气的，一看到刘宗敏便开始哭哭啼啼，并表示自己家里真的没钱了，如果魏藻德还在的话，他还能用魏藻德的名头去借。但如今父亲已死，他实在是不知道要去哪里筹钱。刘宗敏眼见要钱无望，也不想和他再说废话，直接让人把他拖出去斩了。